牙药宝找三宝。保牙、保龈、保笑容，一起照顾你的口腔健康。我是三宝牙医，用新科技、新技术、新观念来拯救你的牙齿。今天我们很开心，这几天连续5天来到台中这个教育机构叫维视野，他们用的都是这种显微镜的设备，这是最好的一台都要200万的显微镜的设备。今天这几天我们花很久的时间来台中这边上课，到底在学什么？我们很开心能报到这个世界有名的医师叫巴西来的。我们知道去一趟巴西是要非常久的时间的，南美洲要先飞到美洲，再飞到南美洲所以光坐飞机的时间可能就要2天了。所以这次我们很开心把巴西的医师邀请过来，我们就不用这样子跑一趟了。所以我们这几套主要跟他学什么？学自体骨。我们从2年前开始在学自体骨，我们那时候学的是跟德国的老师学的，然后2年后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巴西的 Rosa 老师，他们2个不一样德国的我们是用下颚智齿区后牙没有用到的地方，也不会做植牙的地方，我们来取骨。上颚的部分智齿区那边也是会有一些骨头，我们可以看到模型，智齿区就是指这里，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这边就会看到满满的骨头，有没有？有些人就会有这些骨头，所以这些骨头用不到，放在那边也没什么作用，所以以巴西的这个老师，他就想到要用这些骨头，天然的、自己的带有骨头细胞的活的骨头，来移到什么骨头缺损的地方。我们这几年已经慢慢知道，在植牙的部分，或者是天然牙的部分，骨头是非常重要的。20-30年来的技术，除了美国，我们除了提到死人骨头，还有什么猪骨、牛骨，还有合成骨。合成骨最主要的诟病就是什么？吸收太快。可是这些骨头，猪骨、牛骨这些都不带有活性，甚至有些文献说容易感染、容易失败。所以很多人因为植牙之后肿起来，植牙之后骨头长不好，很多都是用了什么这种猪骨、牛骨。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捐赠者的骨头，叫我们称为死人骨头来用。可是死人骨头当然最好的还是什么？最好的还是自体骨。所以巴西的老师他就想到用这些后牙缺牙的地方，没有牙齿智齿区的地方，取一些骨头来补到你缺损的地方。所以以这几年我们就知道自体骨还是什么黄金标准，长最好的它的研究来说，骨头细胞我们可以这样移过去之后，它竟然都活下来了，而且经过20年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可以信赖的。所以跟之前的以往比起来说，自体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在这部分的研究已经将近20年，它20年前就已经可以在用了自体骨的部分了我们就可以在缺牙的地方补上一些骨头来进行补骨。所以我们从2年前跟德国老师学习自体骨，到现在跟巴西的老师学上颚的自体骨都一直在使用自体骨，这也是我们诊所的特色。有些病人会说，我们这边的植牙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接假牙？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使用自体骨，所以这几年的植牙部分的趋势来说，自体骨还是王道越来越红，很多医师学到很多，
把它带进来台湾，所以知道你再怎么补在骨头的部分你再怎么补，如果有自己的骨头，这是首选。如果已经都没有骨头量不够，才是不得已拿其他的猪骨、牛骨，比较次等的东西或者是人骨是人骨头这些次等的东西来补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患者来说标准还是先使用什么自体骨来补骨，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能长成自己的骨头，第二个愈合快，第三个回去比较不会肿。光这几点就赢了很多了很多人放个再生膜放什么一下子回去就鼓起来肿起来甚至发生感染，甚至对之后植牙的部分也有感染，甚至有可能造成之后植牙肢体周围炎。有些猪骨牛骨又不能吸收，久了又卡在那边然后感染植牙的感染又特别快，就很可惜的整个直接发炎，整个直接感染掉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能跟这个巴西的老师学习自体骨，我们花了5天来跟他学习自体骨的部分希望能把这些新的技术带回去给我们北部的患者，谢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牙药宝找三宝。